陆言，你今年18岁了，我们算是2个成年人在对话了。你的这个病呢，的确是有点严重的，所以需要你配合我们一起积极的面对它。可以的话呢，换一个健康的心脏，是比较稳妥的方法。但等待供体也的确是有很多不确定性。就是碰运气呗。不过在这之前，我们可以先安装一个人工心脏，就是一个小小的泵，装在你的胸腔里，辅助你的心脏工作，这样你就不会像现在这么虚弱了。这些，我们跟你的父母也沟通过。方医生，你有没有觉得，其实有的时候，你们这个工作挺反自然的。既然我的心脏它天生就长这样，系统设定它只能工作10几年，你们为什么非要修它、换它，还要搞个机器来代替它呢？干嘛总想着逆天改命？优胜劣汰、顺其自然不好吗？但顺其自然不代表放弃，是竭尽全力之后的坦然面对，对吗？毕竟求生是人的本能啊。那是大部分人的本能，不是我。对于有的人来说，死亡说不定是礼物呢。方医生，你不用给我生日礼物了。但你能帮我实现一个生日愿望吗？你说，在你们监护室，病人可以拒绝家属探视吗？我刚刚已经许愿了，我再也不想见到他们。我不想。出于病情的考虑，我们的确不方便强行阻拦，但我可以帮你转达。你看，也不是所有生日愿望都能实现嘛。算了，帮我也祝你的朋友生日快乐。我结束了，等你吃饭吗？来，您得注意了啊，临门插牌了。3张，剩2张。哎呦，小莲啊，打我手上了。5张，要不起。你肯定不能要。要不了。不好意思，3、4、5、6、7，走喽！张主任，你出我手里了。哎呀，漂亮！我说小林是什么时候学会放水了？你看你出单张，你出一对，你都能打到我手里。哎呦，真是。来，盛主任别生气，来，林主任。不用，盛主任那杯我来。啊，林主任。林主任今天兴致很高啊！来，咱一起来，大家一起。谢谢林主任，好酒量。谢谢小林。回了吗？没有，可能还在手术吧。去年今天，我们是带着小瑞去动物园一起过的。前年，是一起去露营，给他庆祝。我还给小瑞做了生日蛋糕。呀，林主任。哎，
哎，大家看过来，看过来啊！后天是咱们倩倩的生日，今天咱们一起祝她生日快乐，好不好？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你放心吧，小蕊，我保证，你的20岁一定会比我的更轻松、更快乐。今天本来想着下班后一起去吃个饭，还好有你出来陪我，我好歹又充上电了。不然我真的不想一个人待在那个家里。一会儿吃完了你也早点回去吧，挺辛苦的。没事，你也帮我充充电呗。辛苦啦，我们的心内小旋风。这个最辛苦。我觉得很好啊，很有反差。妹粉又有新盼头了，现在这个就是我的下饭神器，连妈妈都看到了。等不忙的时候，我和妈妈一起给你录一期 reaction。我是心内小旋风。让我听听你的心。阿姨开灯。店里的生意一直都很不错哦，你放心，我都帮你照料着呢。不过也有一些老客户问我，最近怎么都没有新品上架呀？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们。其实我也想过，要不要发一个闭店公告。但是我又不愿意把店关掉。小瑞，今天是你的生日，你又老了1岁了。对了，你最爱吃的那个蛋糕，我今天都替你吃了。还有你的花花草草，我都养得可好了。你应该也都能看到吧？我没事，主任。慢点，慢点，慢点。我不用送了，慢点，主任，我到了。小芳，盛主任，喝了点，但还好。给，你给我吧。好好休息。谢谢盛主任。那我先走了。嗯。我你这没事，喝了多少呀？我没事，没喝多少。喝点热水吧。你去哪儿了？我也不知道，盛主任就把我带到一个唱歌的地方，然后去打牌。今天手气太臭了，拿的牌都不好，就一直输，一直输，就一直喝，越喝越多，越喝越多。
那你也不知道给我回个消息。有吗？手机呢？你找我有事儿啊？今天是什么日子啊？什么日子？我记得明天是要出差啊。他不需要过生日，他永远20岁。王医生，怎么了？你能帮我一个忙吗？杜岩现在的情况你们也清楚，是急需要做手术的。但现在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这是小妍写的，这是小妍写的吗？他本人写的。为什么呀？我们也很费解，所以想来问问你们，他到底为什么这么抗拒？你要去哪儿？我找他去。不行，你们不能这么去。我是他爸，为什么不可以？杜岩昨天明确表示不希望你们进去探视。如果您是这个态度过去的话，反而会刺激他。不用管他，我们是他爸妈，我们给他做主，不能拒绝做手术，该治疗就治疗啊。他刚过了18岁生日，他现在是成年人，他有权利为自己的医疗决策做主。不是大夫，他18岁了，我们也是他父母呀，我们肯定为他好，他得听我们的。而且就算勉强做了手术，为数期的监护还有治疗，都需要他本人配合啊。这怎么办呀？我们现在能做的只能是尽力去跟他沟通，让他不要抗拒治疗，不要放弃自己。但你们作为父母，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吗？可能是之前吧，我给你。没有缘由。不是，他就是叛逆，就想跟我们对着干。杜先生，我们是医生，我们会尽全力治疗他身体上的问题，但是他心理上的问题，还是需要你们来配合。哎呦，真对不住医生，我再劝劝他啊，你们再给好好想想办法。谢谢了，老杜。先做准备吧，继续跟杜岩沟通手术意愿，同时着手准备人工心脏的产品还有手术方案。刘医生，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周主任安排得很清楚，我没有要补充的，听周主任安排。那手术由你们科哪位主任来做呢？这个，我还是要回去请示一下。我先回监护室。你看，好朋友来了就是不一样，状态都好多了。还笑呢。那我能借一下你的手机吗？我就想打一个电话。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没有我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我的命运由他们决定，而根本不征求我的意见。时不时，我真想打断大家的话，这样说，归根到底，究竟谁是被告？姜老师，您现在方便吗？跟您聊2句。姜老师，彭老师这2天的肺部感染还是没有好转，所以说目前短时间应该是摆脱不了呼吸机的支持，但是长时间这样经口插管容易有各种并发症，所以我们准备把他的气管切开，就是用这里帮他进行呼吸支持，这样的话更具有长期的安全性。不切。姜老师，气口的话可以减少声道还有气管的损伤，排痰气痰更彻底。而且你看彭老师现在喉咙里那么大一根管子，他也不舒服的。哦，我们气切的时候会进行麻药，不痛的。他本身基础状况就很差，现在肺部感染很严重，如果不进行气切，很有可能会影响之后的治疗效果。希望你考虑清楚。我要是真的到那么一天，一定不要做有创抢救。人终有一死，我希望死的有些尊严。不是你说为什么呀？你又在发什么疯？你说姜老师跟彭老师关系这么好，那为什么不同意给彭老师做气切啊？气切毕竟是有创抢救，洪茂老师都快80岁了，也能理解。唉，但是我这边杜岩才18，他居然也拒绝一切治疗。你说这都什么事儿呀？怎么就这么想不开呢？病人千差万别，有时候困住大家的不只是疾病本身。作为医生，我们只有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设身处地的去为他们考虑，才是真的替他们排忧解难。你说什么？你能说出这种话？怎么了？不管你是谁啊，赶紧从叶思思身上下来。生气。小姑娘变了呀。这是你要的那款人工心脏的资料。那个病人怎么样？我听说刚满18岁。是，刚过完生日，但现在棘手的是，他没有治疗意愿，拒绝我们上任何手段。为什么？应该跟他父母有关，但他们什么都不跟我们说。我有什么可以帮到忙的地方吗？张真跟我说了，他去了你推荐的那家保险公司面试，说都聊得挺好的。是，
他现在在那个岗位是负责理赔的医疗审核，也算是专业对口吧，而且待遇挺好的。谢谢你，真的当成正经事儿来办了。我不介意周主任多请我吃顿饭。没问题。那咱们开始吧。叹什么气呀？咱们上次那个保障健康操，数据可好了，咱们不得乘胜追击啊？这次要拍什么？心内小旋风之护心健体拳。啊？啊什么啊？先录个开头啊。大家好，我是心内小旋风，让我听听你的心。今天带给大家的是护心健体拳。OK， 可以。方医生，我没想到你会给我打这个电话。其实严格来说，我们不能算同学，应该算室友或者狱友。以前我们不认识的，3年前都被父母送到了一个所谓的矫正书院。我从小就讨厌自己的名字，金妙，总是被人叫金毛。杜岩跟我说，他也总被人起外号，叫他肚脐眼儿。但我们俩名字连起来，正好是金木水火土，所以我们难兄难弟就熟了起来，就成为了好朋友。我们互相帮助，互相鼓励，才挨过了那段最黑暗的日子。黑暗，是什么样的矫正书院啊？都矫正些什么？什么都矫正，就是只要是爸妈认为不对的事儿。就比如我喜欢玩电子游戏，喜欢做游戏讲解。我爸妈认为我不务正业，需要好好治一治，骗我说出去旅游，然后就给我送进去了。那杜岩呢？他那个很可笑，他那段时间就是成绩一直下滑，他爸妈很不满意，说他们一把一把面条供他，他不懂得珍惜，还说他一个人在房间里的时候总是要把门关上，啊，谁知道他在房间里干什么？他爸妈总是不打招呼就推门进去。有一次，杜岩反锁了房门，他爸上去一脚就给门踹了一大窟窿。在那之后就被送过来了。就因为他反锁了自己房间的门，就这么离谱。他爸爸看上去话不多，但其实在家里性格非常暴躁。那都是怎么矫正呢？所谓的军事化训练，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跑步、运动、整理内务、背诵纪律。稍微有哪里做的不好，被关禁闭，被关押。啊，还有这个。杜岩身上也有这些旧伤痕。拳打脚踢、烫伤，这些都很轻的。最恐怖的是被电击。电击？金淼，啊，你还好吗？没事。电击的滋味真的是生不如死。我是很能扛的，但最后还是认怂了。杜岩比我听话很多，但也挨了很多次。是为什么呢？他那时候总感觉没力气，爬个楼梯都喘。平时运动和劳动任务他都完不成，教练觉得他偷懒，所以他受到的体罚会比我们多一些。他那个时候应该就是心功能已经不好。放开我！老师，放开！啊，他不是故意的！放开！放开他！他不是！放了他！啊！啊！放开！
那你们爸妈知道你们这些遭遇吗？他们一直以为书院就是一个管教严格的寄宿学校。杜源中途逃回来过一次，但是被他爸妈强行带回了书院。他爸妈要的是结果。妈，我求你了，你带我回家吧。我保证，我以后肯定听话，我再也不惹你们生气了。我在这待着，我会死的。我求求你们，你们就带我走。你就是舒服日子过惯了，在家里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没吃过一点苦，不懂珍惜，不懂感恩，必须好好在这地方锻炼锻炼。不是的吧？这个地方它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它不是所谓的矫正书院，它每天都折磨我们，要我们做苦力，只要我们犯错，他就把我。杜岩，你太令我失望了。哎呀妈！没有一句实话，撒谎成性。没有吧？早知道这样，当初就不该生你。给我好好学，好好改。我告诉你，这件事没有商量，你改不好，永远不要回家。走，妈，走走走走。妈，妈，妈，放开我！放开我！你们凭什么这么对我？我又不是犯人。看见没？你教的好儿子，走。你们这种人根本不配当父母。你们一定会后悔。那你们后来是怎么出来的？书院被查封了，不然我们不知道还要被关到什么时候。书院只会让家长看到听话、服从的孩子。后来新闻爆出来，有些家长才幡然醒悟，但是后悔也来不及了。还有些家长，就像杜岩爸妈这样，宁愿自欺欺人，也不想承认是自己亲手把孩子送到火坑里去的。方医生，其实这2天，我一直都挺担心他的。那天在医院的时候，大华跟我说：“蓝水，怎么了？我这次可能好不了了。”别瞎说啊！真的，我没有瞎说。但是你知道吗？我这几天反而过得挺轻松的，不用再每天见到我爸，也不用再每天去费力演一个好儿子、乖儿子了。我很自在，这样也挺好的。我知道，其实对大伙来说，他宁可生病住在医院里，也不愿意回到那个让他窒息的家里。但其实我有点怕。杜岩今年已经晕厥过2次了，你真的不知道吗？不知道。那他在那个书院的时候呢？他在那个时候就出现了胸闷、乏力，还有活动耐量下降，还因为这些被教官体罚，甚至被打，你都不知道吗？他遭受的这一切，很有可能加重了他的病情。都是他爸肺上的血，孩子看见他那一身的伤，你说我这当妈的，我能不心疼，我能不难受吗？我们也都是为了他好，我们花那么多钱，那书院学费可贵了，我们没办法。从那个书院出来，好像是听话了一点儿，可是这回就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犟。因为这一次，他终于不用再受你们的约束了，他终于可以为自己做决定了。
言，杜言，杜言。那既然我们现在知道了原因，我们一起想办法。但你得配合我们。医生，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是不是妍妍呀？现在什么情况？好，我马上到。哎，大夫，是不是我们家妍妍呀？患者家属，别着急，我们会尽力的。你看他还怪可怜的，明明爱着孩子，非要折腾成这样。做了半辈子的老师，什么样的孩子和家长没见过？有些人终其一生都追求不到权利，直到他们成为了父母。他反复试颤，循环不稳定，血管活性药物效果也不好。心脏收缩很差，必须立刻上 ECMO， 不然可能撑不过去。他这个情况 ECMO 最多是过渡，到最后还是要做人工心脏。上 ECMO 的话，家属签字了吗？我现在去，我去准备。现在杜言情况很不好，药物治疗和抢救手段都无效，唯一的办法就是立刻上 ECMO， 为后续装人工心脏争取时间。但 ECMO 本身也有风险，需要你知情同意。你看一下。给孩子爸打电话。我姐呀！哎呦！你再不签就来不及了。我你等等吧。哎呀，我姐呀！到底是你儿子的命重要，还是你老公的命令重要？我怎么办，大夫？现在才是你儿子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得撑住了啊！你要相信医生，他们现在的心情跟你是一样的，他们只想救活你儿子。你先别着急，冷静一点啊！你看一下，没有问题就赶快签字。大夫啊！大夫，你救我孩子啊！大夫，我就这么一个孩子，大夫。大夫，哎呀，怎么办啊？我孩子。没事了，相信医生，会好的啊，都会好的。欧阳，我听说东丽那边有一个左室致命化不全的男孩，考虑安装人工心脏。是新内收的病人，已经把人工心脏的资料给周主任了。不过听说病人自己对治疗有抵触情绪，所以这个手术具体情况还没有定。这可是个大单，你给我抓紧啊！如果做的话，人工心脏东丽应该是第一台吧？搞不好啊，盛年得亲自主刀。也有可能是林毅吧，毕竟现在病人在周主任那儿。我听说他俩现在还僵着呢，不好说。杜言爸爸回来了，他还不如不回来。一会儿怪杜言妈妈没等他自作主张，一会儿又问那能不能趁杜言昏着的时候把人工心脏的手术的字一起签了。杜言现在虽然有 ECMO 支持，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的话，是不是等他情况稳定了，就要尽快换人工心脏？是。我去做手术了。哎，到时候人工心脏的手术是不是你来做啊？不知道，要听安排。
哥，你们俩闹别扭的这个时间，这回是不是有点破纪录了？你知道他情绪不好，最近失眠又更严重了，要不彼此找个台阶，就下了吧。我跟他没什么好说的。姐，关兄，你行吗？那，你确定？确定。那你来我这儿，刘董你知道的。哎。林主任是让我关吗？啊，让你关。我没听错吧？都在这儿听着呢。主任还在后边呢，先看会儿。魏姐，小杜医生，我感觉鹏鹏今天有点躁动啊，气道缝压从25升到32，平均压也高一些，氧浓度从55%升到70%，血氧才勉强维持到92左右，心率也快。超梦胸片出来了吗？不是，让我看一下。哎，刚出来。看，右侧胸腔积这么多。呼吸也很弱，得尽快穿刺。今晚谁值班？方医生吗？方医生今晚在医联体，杨医生值班，但他现在应该在病房里。我给打个电话去。贝贝姐，情况紧急，准备穿刺包吧。好像有气体。氧保下来了，80了，不对，气胸了。啊！右侧呼吸音消失了。快，提高吸入氧浓度。好。怎么了？赶紧给值班医师打电话，快！好。这病人的身体基础不好，你是知道的。他的家属有多难缠，你也知道。这本来就是在告我们，你这一弄，哼，可好，全跟着你完蛋了。自己说说吧。当时病人的胸片显示已经有明显的胸腔积液，诊断明确，情况紧急。我就想着先用小针头试穿看看。 B 超呢？为什么不用？情况紧急，我就直接穿了。这一下就给人穿破了。我之前成功穿过几次，而且不止一次。这次竞争可能深了一点点。你代教呢？对不起，我有责任。这事跟方老师没关系。那天晚上不是他值班，而且贝贝姐当时也问我要不要找值班医师。主任，
是我高估了自己能力，都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先看病人的后续情况怎么样吧。你们都知道彭某的家属有多难缠，如果他的病情因此而进一步恶化，大家都没好果子吃。你和代教都有责任。错了就错了，该怎么惩罚就怎么惩罚。我也有责任。你不在场，事情发生在 GICU， 和你没关系。他就是一专培生，能承担什么责任？他一直是跟着我的，我才是他的代教，又是彭某的主刀，为数期发生的一切问题都该我承担。病人是在 GICU 出事的，我会去沟通，争取妥善处理。先这样吧，晚些时候宣布相应的处罚措施，开始交班。多少次抉择，不过是在兑现一场梦。当初的执着，像一首还没唱完的歌。我回来看看世界，还有多少善恶在焦灼。你在哪儿，我就知道，风雨只是经过。栀子的心跳，从来不曾示弱，一双双手缝合在破碎的心河。那数过的伤口，触摸过的黑暗，还是我们哭过，其实就要微笑着。栀子心跳就是需要人把棱角留在最后顽固的紧握。你光划破黑夜，我想总有一个你会治愈我。最怕的不是路太远，是忘了为何活。栀子的心跳从来没有如果，一双双手缝合在坠落的花火，用全力去拼搏，才听懂那脉搏，来使我们颠簸，去使命运都开阔。栀子心跳就是需要人把拥抱留到最后，也不染尘垢。世界再多路口，我想总有一个你会并肩走。新的故事要说。